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棋盘格的画法和里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。棋盘格的表现形式比较多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满甲的棋盘格，整个指甲都是做出这种效果来的啊。还有一种呢，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款式，在甲面的局部去进行棋盘格的绘制。然后这个呢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，难在哪儿？难在我们去如何控制棋盘格线条的粗细和如何去定位和填色啊。所以说，针对这几点跟大家去说一下。准备了2个甲片，这2个呢都是纯白色打的底。纯白色打底，你看现在这个随便涂了一下啊，随便涂一下，刚照完灯，没有擦浮胶，没有做任何操作的一个甲面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浮胶比较多，是可以擦一下的，但是如果说浮胶少，或者像这种基本上做完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彩绘。一般来说，棋盘格都是会以这种黑色为主，所以今天拿黑色彩绘胶举例。但这种学会之后，我一会儿也会用这个甲油胶给大家稍作演示啊，稍作演示。然后来看一下。先看第2步，填色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画棋盘格，为了保证它的上色度，因为如果用甲油胶同样是去画一个线条，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啊。甲油胶，我滴一滴胶点到这儿，我再弄一点点的彩绘胶放到这里，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对比。同样一支拉线笔，润好笔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拉线笔、润笔、开透了，整个笔是柔软的再去使用。如果你的拉线笔是发硬的，是绝对不可以用的。润好笔之后，你看里面、外面啊，整个笔给它润透，它是柔软的，而且毛巾自动回笼的这种状态下可以。同样用这个胶，我先去取这个甲油胶去画线条的时候，先去看取胶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这个咱们正常都学过控笔吧，取胶怎么取？取完之后，你看现在是好的，但是过一会儿指尖有没有发现汇聚成了一个小胶珠？看，汇聚成了一个小胶珠。但凡是甲油胶，它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，并不是说你们的胶不好或者怎么样啊。但凡是这个甲油胶都会容易这样，所以说用甲油胶再去控制画线条的时候，就容易导致甲面有粗有细，画不均匀啊。那如果说我们擦掉，用的是彩绘胶。我如果用彩绘胶去取色、填色去绘制线条边缘的话，你看，我再等的时间再久，它也不会去聚集成一个小胶珠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用甲油胶去进行绘制的时候，画的那个线条不直，或者说在画完整个格子之后，这个你看彩绘胶画完边缘是不是很实的一个边？但是用甲油胶画完整个这个边缘就会有点发虚，有点透明的感觉啊。所以说这是这2种胶本身的一个区别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绘制这个线条或者填颜色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用什么呢？用的是彩绘胶啊，如果有彩绘胶，尽量用彩绘胶去做。如果实在没有，那我们就用甲油胶操作。但是甲油胶做完也要注意，待会儿画线条的时候要直一点。填色一般来说，我们的甲油胶有2种，一种是那种流淌状的，它是可以就是比较在缓慢流动的那种，是稀一点彩绘胶。还有一种彩绘胶是什么呢？还有一种彩绘胶它是那种这个偏固态感的，拿个黑色看一下啊，这种偏固态一点的。就是它不容易流动，所以说大家在刷的时候，它不轻易的自动流平，就容易导致甲面有刷痕。这2种2选1的话，一定是选择这种彩绘胶稍微稀一点的啊，稍微稀一点的。我先取出一点点来看，取一点点，看到没有？放到这里就够了啊，这就够了。擦干净这个，还能再用，省咱就得省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来拿拉线笔拿在这儿，怎么去画啊？来。先去取胶的时候用的一定是细拉线笔啊，细长一点的，不要用短的，越长的笔，它在画长线条的时候是越好用的。在棋盘格上，在甲面上去进行绘制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这个棋盘格它是什么？横竖竖，无非就是横竖组合。这个格子是什么形状？正方形，对吧？那这里看第3条，间距的大小也就代表着我们格子的大小。如果想画大格子，大家来看，我在这儿定一个点，在这边定一个点，看见吗？2个点，稍放大一下啊，定好这2个点，然后同样我们画线条的时候，注意一定要给它画细线。这边线条定好了之后，取点胶啊，这边再去绘制。然后我如果说中间再去画这种短线条，是不是整个就是长方形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想要棋盘格是正方形的情况下，一定在画的过程中是怎样的？注意好这一条边和这边的这条边是距离相等的。不知道怎么定多少的时候，你看这边直接连一个三角形过来，等边三角形到这儿。对吧？等边三角形，那这样画完的格子，想要正方形的格子，这不就出现了吗？这是针对于大格子的绘制啊，小格子无非就是什么，把间距拉小一点点，间距大小就是格子的大小，所以说这个大家在定位置的时候要定好啊。好了，我先擦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一般来说。
说，定这个格子，我总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容易画歪。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不要侧着画，侧着画就容易画歪。一般来说，定中间或者定侧面，我们可以先定一条主线条，这个线条它是在左边的，在右边的。你们是想中间是有格子的，还是让格子在侧面？其实这种无所谓啊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随机图案。你比如说这个最中间就是有一排格子，对吧？最中间，那我们就在中间的两边做一个对称线条。说来看啊，我先把这个笔上不要有过多的胶。来看，在这边画线条一定要画细，一旦画粗了，我给你们稍作演示。我先把这个画上啊，来，比如说这边画的时候找好位置，画细线，这个线条也就是顶条的粗度了，不能比这个线条还要粗啊，不能比这个，你可以比它细，但是不能比它还要粗。那如果画着画着，同学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？容易画歪，就是画着画着，哎，怎么又歪过去了？就看起来很别扭。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定点，也就是说怕画歪的，尤其指甲比较长的，先定点再画线，先定点再画线。比如说上面定一个点，下面我看看大概位置对应过来。哦，你看这是不是基本这个线条对了？就算我们这个时候再歪过来去画，那画的过程中最终收尾收到哪里？就收到我们定在这个点上。那么基本上这个线条就是直的，对吧？好了，第一根线条画好，第二条线条很关键啊，这个间距就代表了你格子的大小了。我们可以不用非得对称，往右边来一下，画稍微大一点点。但画的途中，其实只要定好第一条主线条，其他的都不用再定点。为啥？因为有了第一条线，第二条线我们干啥？找它的平行线，也就是说跟第一条线咱们去做平行。来看，去做参考做平行啊，跟左边线条一定要平行。你别说画着画着歪了，画着画着往内侧往外侧都不行，找它的平行线，好吧？然后其实这个甲面有弧度，同学们，甲面是有弧度的。你看这样可能是直线，但是从侧面看它是有一条弧线的，对吧？这条线就不用那么直。所以当在侧过来画的时候，注意甲面不要去拉直线，因为侧面如果大家去我直接拉一条直线过来的话，从正面看你就会发现它往外去鼓，往外鼓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没办法去不是一个平面，没办法去找的那么标准。所以只要大面俯视图看上去问题不大，那就可以了啊。在这边我画上去，找它的平行线。左右参考，比如说画线条，有时候定点定啥的，我们都是找参考线。你看是不是细细的线条，是不是也是不对称的？无所谓。来，这个定好之后，如果大家怕自己画错的，你们可以先拿去照灯，照完灯之后，这个格子就固定住了，就算横线画错了也没关系，好吧？我浅照一下啊，你们知道这意思就行。来，画横线也是一支长拉线笔，这个在画的时候就可以左右转动了啊。比如说，你看拉线笔是细的，胶前端整个笔是细细的，比较细，这个均匀的。然后怎么去画横线呢？我们要去找这条竖线的垂直线，棋盘格嘛，横竖线，也就是找这个线条垂，你不能做完这个线是倾斜的或者往下走的，那不行，所以一定要找它垂直线，也是做参考。来，比如说我放这儿，放下去之后，往右边去走，如果收的过程中发现右手不好使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去转动我们左手的甲片，转到这儿没有雕了，不动了，好，先回来，回来之后，从正面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连接这根线条，这是基础空笔了啊，这是基础空笔，好吧？横线画上去。好了，下面这根线干啥呢？找上面这根线的平行线，而且还得去找它的正方形格子的位置，就是中间的这个格子要接近于正方形啊，要接近正方形。所以说简单定一个小点，从这边扭过来，好，胶不够了，再稍微取一点。其实这个线条定的线条不需要非常的粗，只要有根线给你演示着，给你能定着位就知道，咱知道就好了啊。下面的话，其实这里可画可不画，但是稍微多了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补齐一下。虽然说只有一点，那么能补的也要补，对吧？那你看格子出现了，是不是这个格子就出现了？关下门啊，关下门来。定好格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呢？就在我们甲面上想要的位置上，比如说这里中间这个，你想留白还是留黑？就是想在涂黑的地方点上颜色，对吧？在涂黑的地方点上颜色，交叉着。定好之后，接下来是一个关键点，也就是说我们定好这个线，接下来要上色了，我们用什么胶呢？一般来说用的就是彩绘胶。如果说没有对应彩绘胶，用甲油胶的话，直接点进颜色去把它涂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因为这个线条画的细，所以说我们要在线条细线的内侧去画。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一根线条很粗，比如说，你看，如果假设说这是我们画的竖线啊，很粗的竖线，这是竖线，那再画一条，再去画它的横线，对吧？
横线我是放大了啊，有可能大家画的也是比较粗，会发现它的交界点中间这里又有了什么？也就是说你定线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看它是两个交错的点，但如果线条一旦画粗了，那就会出现了4个角。你们画完了棋盘格，这个白色的就好像是浮在甲面中间一样，它不会像这种棋盘格边边角角是连接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线条越粗，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交界点就越大，越大，它就不会出现这种角对角的感觉，而是这种白色面积会变小，这是你们容易画出来不好看的原因之一啊，画出来不好看的原因之一。所以说大家一定注意把这个细线条，你看它其实再放大，它也是有那个4个交界点，只不过因为我们视觉看上去没有那么重，好吧？来，接下来彩绘胶，细一点的彩绘胶啊，我这里如果用粘稠的胶，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可以找一支小圆笔或者是粗橘笔都可以。来，大家看啊，我先去取胶，在甲面上大面积中间的地方，我们先去进行铺，先不要碰到边边啊，就在中间先去进行铺胶。你看，如果说我们用到的胶比较稠的情况下，你看，如果偏稀，它在自动流平，看到没有？它在自动慢慢缓慢流平，肯定彩绘胶没有那么粘稠，但至少它能流平的速度比较好。但如果用的是这个粘稠度比较高的彩绘的话，可以吗？也可以，但是在画的过程中，它是容易有刷痕的产生的，能看出来吧？刷痕就比较重，不如这个表面要光滑一点点，刷痕就很重，而且不动，它不会流平的。这就是棋盘格我们在铺胶的一个区别。为什么用彩绘胶稀一点的，或者说用稠的加上稀的？待会儿咱们先看第一种啊，用稠一点的彩绘胶，用稀一点的彩绘胶，先去点色，稍微多一点，不用太少。我在填色，我是不是尽量靠近边缘了，对吧？而且甲面胶量一定不要太厚啊，因为彩绘胶上色度很高，就不需要那么的厚。千万不要破坏掉我们画的那个线条边缘啊。好，大概填好之后，这个时候取细拉线笔，细拉线笔蘸取我们的彩绘胶，然后如果中间胶量比较大，那就从中间往边上就这么一点点扒拉着，一定是卡着我们画线条的内侧去进行涂色，是不能超过我们画的线条这个边边的，只能在它的内侧，不能超过它啊，一定记住这个。你别说画着画，哎，怎么超出去？那我再描粗一下吧。得嘞，越描粗越丑，就是不好看出来，慢慢去画。所以说棋盘格这看起来还不就是格子嘛，但是它的彩绘功底用的一点也不少。手稳度呀，控制多多少少。大家做这种款手绘款的时候，可以适当多收一点啊，浪费时间。这个不能说浪费时间吧，就用时比较长。来，把上面填实，好吧？一个一个去进行填色。我一般个人习惯是取了胶之后，来我先卡着内侧的地方，我再去卡着这个边缘的内侧，我再把线条描粗一点点，就是线条的内侧加粗，然后我把中间随便填色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看剩下的这一点点，我们拿这个笔扒拉扒拉去填色就好。注意不要有空洞啊，不要有空洞。好了，看这两个的交界点是不是就比较细腻，对不对？它并没有出现那种很粗的交界线，如果精致度不够，稍微调节一下行。还不能画粗，看交界点就比较细啊，比较细。好了，其他的操作方式也是如此。那如果遇到一些，比如我只有稠一点的彩绘胶怎么办？那么我们可以在稠一点的彩绘胶画完之后，它的那个表面不是纹路感很强嘛，对不对？纹路感特别强，哎，我又想让它平整一点。不能说特别平吧，但接近于平整一点。那我们就可以先把第一层这个底色尽量也是给它铺均匀，反正也不用管甲面上有没有刷痕了，你就只要把颜色涂到条条框框，每个位置都有颜色。除了有刷痕以外，其他的方面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说明那个棋盘格还可以。然后在照灯之后，注意听啊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胶是比较粘稠的那种。比
如说，你看甲面现在是不是高低不平？其实这个颜色已经可以了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如果你们画的甲面确实是高低不平，太明显了，那么把这一层照完灯之后，只需要用黑色的甲油胶点上去，给它留平一下就可以。但实际上，尤其是画白色也好，黑色也好，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做完这一层，因为甲面高低不平，我们是需要用到加固胶去给它叠加一层的。用加固胶去找平，加固胶或者类似的流平胶都可以啊，这些都行，去给它找平。所以说，只需要我们把甲面尽量边缘涂的干干净净的，涂实了，问题就不大，好吧？就怕大家做着做着，这个颜色上色就没有上好，你再去找平也没有用，好吧？来，最后一点点啊，把它加上去，从中间去胶，边边角角，来先把线条边缘描一下，以防万一我们画超，就卡着这个边缘的内侧，帮大家看一下啊。卡着这个边缘的内侧，那要在里面我们去进行绘制，就是千万你看这个地方也是，千万不要超过这个线条以外，来从这角的地方可以先停掉，看到没有？就在线条的里面加粗，然后边边角角加一下，线条不实，适当的加一下。来看，你看，一旦这个位置稍粗了，是不是出现了两个角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大家做不好，看就在这儿了啊，就在这儿了，所以说多多注意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其实大差不差，差那么有那么一丢丢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我这还画的大格，画小格，因为填的比较多，我就简单先做个大格，大家先去学习，先知道怎么做，好吧？那这一层棋盘格做好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，因为彩绘胶上色，如果你们用的彩绘胶越多，黑色胶呢上色一般来说都会，不是照灯时间都得延长，黑色胶照灯时间都得长一点，所以做顾客也得至少1分钟以上，1分半、2分钟都可以，好吧？棋盘格其实操作画都这样，那这个时候再去看这种菱形格也是如此，菱形格也是如此。菱形格就定线的时候，从竖线变成了斜线，啊，这个我单独给大家拍一个教程吧，大家再去看。先把这个学会，就甭管用的是什么胶，我们在这上面一定记得这一层之后用加固胶留平一下，留平加固啊。现在就算有刷痕，你看有没有刷痕不平整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只需要这一层胶，来看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重了？你根本看不出来，所以只要底色上色实，其他来说问题都不大啊，问题都不大。OK， 好的。然后最后压固完了之后，我们封层就可以了。这是关于我们棋盘格里面的一些注意点啊。还有来，我用这个甲油胶，最后再给大家画一下，大家看看，用一个上色度还比较高的甲油胶去画啊。这种方法是如此，技术学会了，剩下的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换颜色。我用这个颜色，用那个颜色，反正无所谓，就是胶换一换呗，其他的都一样啊。来，先取胶，不要忘了这个要快画。用甲油胶画的时候画线条，因为胶自然会聚焦，看到没有？会聚焦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多多注意。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快，但是线条一定得细啊。细线有个线条给你做参考就行了，它不需要它非常的实。垂直线这边转过去，这有点斜，哎，最左边有点斜。好了，来这中间。好，哎，这个时候如果用甲油胶的话，直接取色点上去，点到中间。甲油胶其实比较好画啊，唯一不好就是有的胶边缘会发透，它没有像彩绘胶边缘那么实，所以你们的那个胶偏实一点点。如果实在不行的，大家可以在底下先用这个胶打个底，照完灯之后叠加第二层，它会更好看一点。那胶稀的时候，我们往边缘去扒拉这个胶也是比较好操作的。那如果胶比较粘稠，你看两边它要胶是不是比较鼓起来一块，它胶突出的啊。啊，我又填一个格子，你看填完之后，就这种是吧？这个胶还行，是不是？那有的胶，你但是也能看出来边缘有点往里去走了啊，这不是说这个颜色没填好。
甲油胶你们一定注意它的厚度，其实甲油胶一定要注意厚度，但是这种做完甲面会偏厚一点点，一定要找平，最终把每一个指甲的颜色我们加上去，啊，这个棋盘格已经完成了。颜色，其实有时候面积大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这样，直接拿甲油胶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别溢出去啊，直接卡着这个边边刷上，因为在手上嘛，它可能后缘刷不好刷啊，所以就得拿笔去做。但是这个上面我们直接这么刷就行了，甲片打板的话，这样不快比我们拿个拉线笔一点点戳，那就快速多了。一定注意这个，如果大家甲面铺的特别厚的情况下，多照灯，多照灯。如果说我画到一半发现这个有一个地方超出去了怎么办？或就是多了一点点，把笔擦干净，或者拿一支小短笔啊，把笔擦干净，笔上一定是干干净净，不要有过多的水，然后再卡着这个边缘把多的给擦掉，擦掉，擦掉啊，把笔上胶也弄干净。这是能擦掉这个多余胶的一个方法。哎呀，这笔上有黑色啊，没有洗，没有洗干净。你们把笔洗干净，清洁水洗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能不能看出来这个甲油胶它实际上边缘是有点虚的，还有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的缩胶，那你们知道就行了。这种也能做，也能做。我照一下灯，然后封层。好了，这个上一下封层，这是今天我们学过的这个棋盘格的画法以及它的一些注意点，大家稍等10秒钟，我把这个做完，两个对比着看一下。我就直接上一层封层了。你们那个该去上加固，一定记得先加固找平再封层。你用封层找平的话，它的硬度不一样。注意不要有气泡。你看，直接用封层去做，甲面就容易不平整，对不对？稍微找平一下啊。偷懒有的时候也是会增加我们的工作时长。等。OK。好，先拿出来大家看。一种是用彩绘胶的2种方法去画，另一种呢，我们就是用甲油胶画。然后用稠一点的彩绘甲面不平整的那种，就是薄涂，照完灯之后可以用这种方法叠加一层甲油胶，叠加一层甲油胶，2种做完都是可以的，好吧？喜欢哪种去做哪种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。这是我们的棋盘格教程。